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那么就来关注一下我家的菜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今天阿鹏呀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五花肉非常好吃的一种做法。这种做法很多人都没有吃过，更加没有做过。如果你按照我这方法来做一次的话，相信你肯定会爱上它。主要是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，做出来的五花肉也是非常的好吃的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呀，我们准备一大块的新鲜五花肉。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要选择五花三层的，这样的五花肉吃起来更加好吃。接下来我们先把五花肉处理一下，因为猪皮啊它会有一些残留的毛根，所以我们将铁锅烧热以后烫一下猪皮。经过这样的处理过后，可以去除猪皮的毛根，还可以去除猪皮上面的汗腺，对去除腥膻味有很好的作用。我们将猪皮烫至金黄焦香，就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着先给它装在大碗里面，接着在碗里面添加满温水，将猪皮浸泡软化一下。浸泡一会之后，再用菜刀把猪皮刮一刮，把上面的脏东西刮除下来。刮除干净以后，我们再下手将它清洗一下，给它清洗干净。清洗过后，将它控水捞出来，再重新的加水把它清洗一遍，把粘在上面的脏东西全部的给它清理下来。我们将五花肉完全清洗干净以后，将它控水捞出来，然后再放在案板上进行改刀处理，将五花肉给它分切成大概1公分左右的大厚片。改刀切好后，大概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面添加2块的南乳，还有少许的南乳汁，然后再用勺子将南乳先捣碎。完全的捣碎以后，我们再将南乳添加到五花肉里面，接着再添加一点点的鸡精，再添加白糖一点点，还有适量的食盐。最后我们再往里面再添加生抽2茶匙。调味以后，我们再下手将它搅拌一下，给它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五花肉都可以均匀的裹上酱汁，裹上南乳的味道。这样子腌制出来的五花肉就特别的好吃，而且腌制出来以后闻着也特别的香。我们将五花肉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先把它放开一旁腌制半个钟头左右，让五花肉可以更好的入味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准备大蒜少许，先把它改刀切成薄片。蒜片切好以后，再将它改刀切成蒜末。全部的改刀切好以后，我们先将其装起来备用。紧接着再准备生姜1小块，先把它改刀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将它改刀切成姜丝，最后我们再将其改刀切成姜末就可以了。把姜末切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些葱白，我们将它改刀切成葱花。切好以后和姜蒜放在一起备用，而剩下的葱叶我们将它改刀切成小葱段。切好以后将它单独的装起来备用，然后再准备一些小米椒，将它直接的切成小圈。小米椒切好以后，将它和姜葱蒜放在一起备用。最后我们再准备2个青辣椒，先把辣椒把去掉不要，然后再将其对半切开，然后再把辣椒籽全部的给它去除干净了。最后我们再将青辣椒给它改刀切成小片。全部改刀切好以后，我们先将其装入碗中备用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一个平底锅，往锅里面添加稍微多一点点的油，
有热以后，我们再将腌制好的五花肉给它放进锅里面。我们将五花肉全部下锅以后，开小火给它慢慢的进行煎制。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，一定要开小火慢慢的去煎，这样子才可以将五花肉慢慢的煎熟。我们将一面煎至金黄色以后，接着再用筷子把它翻个面，把另外的一面也同样的煎制一下。经过这样的煎制以后，可以将五花肉多余的一些油脂煎出来，让五花肉吃起来不会太油腻，而且经过煎制以后，五花肉吃起来也会更加的香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视频不易，阿鹏每天给大家分享各种不一样的家常美食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着屏幕帮我点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你们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您。要想五花肉吃起来更加的好吃，在这里我们需要将五花肉稍微的多煎一会，将其煎至金黄焦香酥脆，这样子吃着就特别的好吃了。最后我们将五花肉给它煎至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再将五花肉给它一块块的先夹出来，装在盘子里面备用。我们将五花肉稍微的放凉以后，接着放在板上，把它改刀切成小块。其实现在煎出来的五花肉吃起来就特别好吃了，不过为了更好吃，我们将下一步进行操作。我们将五花肉全部改刀切好后，接着先给它装在碗里面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重新起锅，下切好的姜葱蒜还有小米辣，开小火慢慢的翻炒一下，先把小料炒出香味。全部炒香以后，我们再将五花肉添加进来，然后再继续的将它小火翻炒一会，将它翻炒均匀，把五花肉翻炒出蒜香味还有辣味。我们将其翻炒几下，炒出香味以后，接着再把青辣椒添加进来，然后再添加少许的开水，开大火将它快速的翻炒一下，将其迅速的翻炒均匀，把辣椒给它炒出香味。翻炒几下之后，紧接着在碗里面再添加少许的生抽，再继续的翻炒均匀。最后我们再把剩余的葱段也添加进来，然后再继续的给它翻炒几下，给它翻炒均匀，把葱段给它翻炒至成熟断生，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哇，闻起来真的是太香了，看着就特别有食欲，我的口水已经不自觉的快流下来了。就这样，一道香喷喷的五花肉就这样子做好了。最后我们将它关火，出锅装盘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比红烧的还要更加好吃，主要是做法还非常简单的，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，而且还特别的香。如果您也喜欢的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